被追捧，杨紫接受人民娱乐专访，大方回应外貌争议。杨紫长相思之后，她就处于两极分化的状态。她觉得这部剧很好，而且很好，差评也很尖锐。总之，不是因为剧情，而是因为杨紫本身的颜值、演技等问题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网友表示，杨紫躺在古偶戏的舒适区，已经无法自拔，争议不断。但杨紫表示，古偶戏很难演，因为很多场景都是后期添加的，制作特效，演戏在银幕上，在这种情况下很难释放情绪，而且情绪一旦中断，就很难继续下去。杨紫一直在拓宽自己的舒适区，精心打磨每一个角色，也希望观众能在每部戏中看到她的进步。有敏感度的加持，她对人物的洞察力也可见一斑。采访中，她对于外貌争议大方回应：“我也看了电影上映后的评论，观众会更关注画面好看还是脸好看。拍戏的时候，我没有太在意好看不好看，关键是坚持角色的状态。演员的颜值首先是服务于角色设定的，希望我呈现的状态能够让观众有一种代入感，能真正看出其中的花样，了解故事的走向和情节的发展，这比好看更重要。”逍遥在清水镇隐居时改变了自己的容貌，以男装示人，是一个比较粗犷的形象。当时拍摄时，杨紫的妆容只有打底和画眉，底色调整为黑色，衣服也比较破旧。她要求尽量贴合人物的生活环境和心理状态，而不是纯粹的视觉效果。杨紫接受人民娱乐采访时，被指用非感哭泣，她平静回应：“比如哭，我知道大家都在说非感，但其实他们只是用了一张你的照片，说你的5个感觉器官又飞来飞去，但我根本不相信。比如你遇到极其痛苦的事情时，可以毫无表情的哭泣。”杨紫还表示，自己在演这些大表情的剧情时，也考虑过剧情的美丑和现实，但最终她选择牺牲美感，尽量让人物和剧情契合。她相信，她很想看她剧的观众能够看到这种变化。杨紫新剧《偷了谁的奶酪》，连央视都忍不住为她出头。这个暑假，国产电视剧的热度再创新高。反观搁置已久的电视剧《玉骨妖》，开播第1天，女主角的妆容就被砍到了极点，剧组不得不加班加点。但即便如此，所以还是没能挽回她的人气。另一方面，一部现代题材的好电视剧《我的人间烟花》极南3亿人，在网络上引起了轰动。本来是一部好看又好看的电视剧，现在却变了，成了一部人物崩塌的电视剧。剧情完全颠覆观众三观，也被称为神话。等了这么久，终于拿到了《长相思》，可以好好看看吗？这部电影是童话创作的，原著很受欢迎，改编版也很写实。3位男主以及杨紫的颜值和演技都非常不错，还有很多爱情故事，看起来非常好。句号，这一次他是真的火了。然而评论区却充斥着谩骂，大部分人都在轰炸女主角的美貌。年度最丑女主角，滚出古代娃娃，辣眼睛的杨紫，丑啊丑，没人能比。她的评价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果然，措辞也出乎所有人的预料。辣杨紫、怪诞等词，其实都是她创造的。年风格，难道杨紫这次真的触动了别人的利益吗？确实，4男1女的剧情很老套，连《步步惊心》这样的清朝情节都已经过时了。但是《长相思》里的3个情节却很新鲜，而且剧情也很好，所以这次的改编并没有太大的改变。继杨紫、张晚怡、邓伟之后，自己也受了重伤，尤其是张晚怡更是惨不忍睹。说实话，我几乎开始怀疑自己的审美了。有人在讨论3个男人谁更丑，会议上的敌人之类的话题，我们何不开门见山呢？最没有争议的就是谭健次，他的头发是白色的，留着长长的刘海，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一位优雅的绅士，不愧是颜霸。邓伟也颇为惊讶，
因为他饰演的涂山族有着贵族少爷的孤傲，以及对杨紫饰演的文小六的依赖，他穿着古装，颇有古色古香的感觉。一开始张婉仪的镜头并不多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的镜头也越来越多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她都不可能丑，像个男人不是很好吗？这也叫丑人开会。其他电视剧呢，哪有这么帅的，哪有好看的？至于杨紫，虽然脸有点丑，但也没有已经到了被说丑的要命的地步了。当她和谭健次同镜的时候，她的五官确实没有前者精致，而且脸也显得更大了，但是五官轮廓分明，脸上的肌肉也没有僵硬到让人觉得她演不好。最重要的是，她脸上的妆很少，看起来还不错。远远看去，杨紫脸上的皱纹很明显，但这并不代表她丑。文小六的角色设定是一个在小镇生活了10几年的粗汉。我们的观众是不是很放松，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飞翔？直到电影《长相思》，我才知道杨紫的演技有多好。一开始，温小六的戏份拍得被吐槽，但只是几个短短的镜头，就让杨紫的演技被发挥到了极致。就像香柳谭健次是让闵小六用皮鞭打他的那场戏，从图片来看，黑色的底子非常显眼，而且脸型非常粗糙，很适合这个角色。但是鼻子和脸有些不对劲。他又仔细看了一遍，虽然他不是真人，但他的演技已经超越了他的外表。拳头紧握，身体被打得发抖，痛苦的表情，结结巴巴的话语，额头上的冷汗，即使隔着屏幕，也能感受到撕心裂肺的疼痛。还有香柳逼问温小六的戏，此时杨紫的心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从一开始生命受到威胁时的惊慌失措，到后来的回忆涌入脑海，让她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尤其是那声没有人的声音，可以依靠，没有人可以依靠，这让温小六脸色更加凄惨。预告片中，温小六和陈深、张婉仪是发现了彼此的真实身份。这场毫不掩饰的见面，让人泪流满面。温小六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，这种场面最让人感动的就是他的眼泪。越是这样，他就越是控制不住自己，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涌上心头。这就是酷刑的本质。可能是因为杨紫的人物设计，一开始她的穿着很普通，但是我想她的表演已经融入了这个角色。除了杨紫之外，没有哪个女明星能像她一样将一切都融入到自己的角色中，完全不顾自己的形象。要知道，她经历过无数次被打脸的场面，而且还可以直接面对镜头，完全没有任何心理负担。央视肯定担不起最丑女主角的称号，所以才出面称赞杨紫的演技。配音效果怎么样？他还谈到了逍遥的死和陈深在电影中陌生的场景，并表示他们的声音传遍了整个横店。果然，杨紫饰演温小六的时候，即使是小声说话，也没有任何违和感，这就是她的演技。从女主角打扫卫生间的场景来看，女主角们的颜值都还不错，杨紫的脸颊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肿。毕竟她的颜值不能让人忽视她的演技，而且她的演技也很好，应该是触动了某人的兴趣，所以才被黑。漂亮就是漂亮，丑就是丑。前面的杨紫虽然不好看，但是很适合她的角色，而且演技也很自然。同时，谭健次、邓伟、张万一也很活跃，所以他们并不像网上说的那样聚集在一起，却如同丑人见面，所以谁先突破了他们的防线，一目了然。陈晨很快就会与逍遥重逢，谁也不知道他会如何带着妻子去哪里，让我们拭目以待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长相思解密，原来杨紫与长相思的缘分已长达10年。看到杨紫在采访中对长相思的理解，剧迷们的所有等待和信任都是值得的。今年古装剧这么多，之所以最期待长相思，是因为桐花老师的大荒故事实在是太精彩了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邀请了杨紫来饰演女主角逍遥。句号。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杨紫与长相思的缘分竟然持续了10年。10年前，杨紫受邀饰演高傲活泼、敢爱敢恨的阿念。10年后，她饱受折磨，缺乏安全感，但仍愿意一心一意地为所爱的人和爱人奉献自己。可以说，
无论从颜值、演技、人气，还是其他方面，杨紫都是同龄最适合逍遥的人选。像《长相思一女四男》的设定，如果剧情不合理，演技不够强，肯定会被吐槽为玛丽苏，尤其是女主角会被骂得很惨。而杨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逍遥在剧中确实说的很少。最困难的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小瑶当时的感受，为什么他会做出这个决定，是什么在推动他前进，这样即使大量的操作系统被删除，观众能够感受到小瑶在想什么。不得不说，杨紫真是太懂长相思了，太懂逍遥了。逍遥的坎坷经历、复杂的性格、多变的情绪、隐藏的心思，绝对不是任何一个演员都能理解和演绎好的，但我们已经可以在花絮和预告片中看到，通过杨紫的每一个皱眉、每一个微笑、眼神、动作都充满情感和故事。只能说，经过多年的沉淀，30岁的杨紫遇到了深沉而浓郁的逍遥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